我跟你说，恋爱体验馆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是在违法的边缘反复横跳，因为我们国家对娱乐场所有明确的一些规定，所以很多恋爱体验馆它只是提供情绪价值，或者说提供一个人陪你一天，就像是陪聊这种陪你一天。但是有一些恋爱体验馆，它是你交了很多钱，你交钱就可以跟里面的女仆亲吻、抚摸，包括摸胸部啊这种，甚至有一些它是明码标价的肢体接触。那这种恋爱体验馆的话，大部分是可以看电影的，就是说就比方说你进去体验1个小时、2个小时，600块或者800块，然后呢它里面的女生会陪你看电影、吃零食、聊天，然后呢就是一种恋爱体验啊。然后它就是你可以摸她的身体的各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正常人是不会去找这种的。然后这种的话很容易说引诱到一些未成年人，就是也有一些未成年人会去恋爱体验馆，所以他根据情况啊，被查情况、各类情况，它有可能涉及违法，也可能被查封，就是这种属于就是色情违法行为吧。因为它有一些恋爱体验馆是存在色情服务的，但是有一些是没有的，所以你存在色情服务的话，你被举报了或者各种的，那你肯定就会被惩罚。但是有很多恋爱体验馆它只是提供情绪价值，就有点像那种心理开导一样的。因为都有吧，这2种都有。你要说是所有的话，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因为确实有只提供情绪价值的陪聊的这种，就是陪聊或者陪你打游戏聊天陪玩，他提供一小时恋爱或者怎么样，他这种是不会穿着过于暴露或者行为诱惑你去抚摸他这类的，是不存在色情服务的，这种也是有的，好吧？所以不要地图炮，只是说有这种和另外一种反正都有，所以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不会说很直白的说出来的，比方说你明码标价可以，就是说有一些服务，但是他肯定就会写的比较朦胧，就是比方说什么深夜探索温柔极致温柔然后各种的，然后这种就是比较朦胧的套餐，然后你加钱，然后你就可以发生接触。这个我了解，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去过，他跟我说过这个东西是哪个朋友就不说了喵，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这几个月才体验过这个恋爱体验馆，就是订了一个女仆，然后一起看电影，然后是就是价格是多少，然后可以跟女仆就是发生肢体接触，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女仆还要分等级，就是不一样的女仆，就比方说初级女仆，她就是可以陪你聊天、玩游戏、拥抱、牵手，但其他就不能。还有中级女仆，她可能她更高价格、更灵活的技巧和更灵活的服务，她就可以跟你舌吻，她又可以跟你互相亲密，然后甚至有一些特别贵的女仆，你加钱，她晚上可以跟你深入，就是这样的。这不是番啊，这就是现实的恋爱体验馆。
它有一些不叫恋爱体验馆，就叫女仆咖啡厅啊，或者女仆陪玩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它不会就是说标着就叫恋爱体验馆，它有不一样的很多名字。然后就是这样的，然后很多经常去的人，他就会比较知根知底，所以他去到的时候，他就会直接问能不能这样那样，就是会比方说你今天去，你只是想玩游戏，一起玩一下，那你就会说是不是找一个玩游戏什么的。那有一些他不只是这些，那他就会说那能不能亲密接触，能不能亲嘴，能不能怎么样，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会有不同程度的愿意身体接触的女仆，然后她去做不同程度的这种服务。但是我说这个东西有些人他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只有少部分男生会去吧，就是可能他真的就是太渴望被爱了，他太渴望有一个人太渴望触摸到女生了。有些男生他就是从小到大可能30多岁了，他都没有牵过女生的手，他都没有过日常跟女生有过亲密接触，他就会考虑这种女仆店，这种恋爱咖啡厅，这种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正常的，像我说正常的就是一些情感就是情感上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陪聊啊，陪伴啊，或者陪玩游戏啊，这种就是有偿陪玩，知道吧？然后呢怎么说呢，然后不能以那种就是他有没有违法，主要看有没有情色吧。所以说情色那种如果被就是各种的，如果情色那种被举报了的话，那他就会被罚款或者停业各种的都有可能。因为有些他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可能有一点点擦边吧，但是有一些他就不是，有一些他就已经不是这种擦边了，有一些他就是已经是那种就是卖嫖娼的行为了，他就已经是卖淫了，引诱嫖娼卖淫这种行为了。那这种行为的话肯定都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所以如果不存在卖淫等色情服务的有偿的那种就是说陪玩的行为，那一般来说，就算这种咖啡厅什么被举报了，那一般来说也只是批评一下或者怎么样。但很多店铺它都会强调就是我们店铺不存在这种色情的违法的这种摸的服务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是存在的。而且就是正常来说，就是很多的店铺它是这种女仆店，它是不会去它是就是未成年是禁止你去恋爱体验的。但是有一些违规的店铺它就会说也可以，就是知道你是未成年，但是他还是给你提供了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未成年就禁止对未成年就是引诱各种的，所以这种就是引诱未成年接受他的色情服务了，所以那这种就肯定是违法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违法不违法主要看他的运营方式和他的客人各方面很多方面去看他违不违法。对，而且这种其实还蛮难去抓到的，因为很多他就是私底下加钱，然后私底下去涉黄去怎么样，就是这样的。然后表面上是写着管理的很严格，是写着只是提供情感价值怎么的这样子。但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就是
就是什么体验到恋爱的感觉啊，就会很吸引一些从小到大没有人喜欢过的男生，他就会非常想要去跟女生交流，去享受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啊，这些恋爱体验馆它都比较贵，都是便宜的可能几百1小时吧，贵的可能几千1小时吧。然后可以就是说抱啊，摸腿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那个的，反正不过现在做恋爱俱乐部的那种还挺多的，而且有些做恋爱俱乐部的话，它的口号其实就是解除你平时的就是压抑呀，然后会让你养生啊，然后各种的，然后搭配一些年轻的女生的一些照片。我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就是好像也是在这种场合工作，他的朋友圈天天都在发那种年轻女性的照片，然后上面写的是很新鲜的体验，休闲玩乐，火辣恋爱体验，让你感受细心呵护的感觉，养生解压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都会以陪玩陪聊恋爱的名义去做一些，具体做什么生意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很多会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它会提供不一样的套餐，就有什么500-600的套餐，有700-800的套餐，有上千的套餐，有几千的套餐，还可以几千套餐还可以要求就是女生换衣服啊，换你想看的衣服，然后呢时间会长一点，就是有些是1小时，有些是2小时，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时间长一点啊，这样的话你们俩的互动感会更好，你会更感受到他的就是一种快乐，像情侣一般恋爱的感觉，就是热情的陪你，所以就是价格越高，肢体接触的尺度越大。而且很多人他会觉得600跟800两个档位，是不是他会觉得600不能亲亲，那800能亲亲，是不是？那他就会想了，那就800吧，是不是？而且这个他不一定是你只有一个小姐姐，有些人他是一个人去，他比较多钱，他选择2到3个小姐姐一起服务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很多他就会打着就是陪玩啊，陪看电影啊，然后实际上就是各种的黄色服务他都会有。而且有些店铺它被查是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来说任何的职业它都要成年女性，但是有一些比较黑的店铺它没有成年的女生，它也会让他们上岗，就是引诱他们去做这个嘛，所以就是不行。因为有些店铺它就是主推年轻女性，然后以那些清纯可爱为主题呀，那你想想啊，男生他肯定永远喜欢年轻漂亮貌美的，那这个时候他肯定就会想选那种年轻漂亮的，跟自己有恋爱体验啊。那你不能说去恋爱体验你还选个30-40岁的吧，那肯定是选那种18呀10，那这种时候那店铺的人跟你说这个是17零几个月的超级好的哦，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会觉得是不是？那这种肯定是可以举报的，这种肯定是侵害了未成年的身心健康的，所以说他可能会有，所以他必定会被处罚的，对，因为这种算是组织未成年提供有偿的这种东西吧，所以是可以举报的但是很多
很多恋爱体验馆他为了拒绝被举报，他会写一个假的地址，就是有些恋爱体验馆他的电话是对的，你到了之后他会带你去另一个地址，然后他的宣传上的地址会是假的，就是为了躲避，就是说监管啊，躲避警察的查，就是有一些他会写着什么，而且有些甚至恋爱体验馆他会写着，就是说你可以 cos 什么服装，可以有什么服装体验，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去了，然后就是你去了之后他会带你去另一个场所，然后各种的，然后很多会写主打男士啊，新鲜好玩啊，多少时长啊，18岁的妹妹呀，满足你的所有恋爱的观想啊，就反正就是这种，然后一般都是覆盖那种特别好看的妹妹的照片，但是很多都会宣传上面都会用假地址，就是为了躲避警察的检查，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你别小看这个行业，有些人为了每天都可以，有些人他就是不想结婚，但他很有钱，然后他又没有人谈恋爱，但他为了每天可以没有顾忌的谈恋爱，就是你跟女生谈恋爱你可能还要怎么样，他为了没顾忌的谈恋爱，但是可以享受这种别人体验他的乐趣，他会充很多钱，就有些人他甚至他那种都是会员卡模式的，有些人可能5万10万的充，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这样的，要么就是现在有很多店要么被查了，要么就是没被查，要么就是没有涉及那些很深入的内容，所以还就是开着的。反正所以就是你问我对他有没有看法，我不会去啊，我不会去这个地方，我没什么看法，但是我的朋友去过，我觉得我对他的看法就是怪不正经的，因为我觉得正常的男生应该不会去花很多的钱去做这种事情啊，我就觉得他跟这个嫖也是有点沾边的，说实话。